深夜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来电人显示是我老公，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我会在凌晨2点死亡。可他现在分明就躺在我旁边睡得正香。我扭头看向了一旁发出均匀呼吸声的许江，他闭着眼睛正在熟睡，他的手机也安静地放在床头柜上充电。可手机里传来的声音的确是许江的声音，就连来电显示也是许江的号码。萧然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激动又震惊，还带着一丝哽咽。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，紧接着我听到手机里传来了许江急促的呼吸声。萧然，你那边是几点？我再次扭头确认躺在我身边的确实是许江。我虽然心里震惊的一批，但还是老实回答10点。许江很明显地喘了一口气，还有时间。萧然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惊讶，但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。我这里的时间是1周后，我刚好参加完你的葬礼，你会在凌晨2点死去，也就是4个小时之后。死因是许江的语气停顿了一下，这实在太离谱了。我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电话，或许有人录下了许江的声音，又用 AI 提取伪造了一段。但当我拿看到许江的手机的时候，一股寒意从我尾椎骨升起。许江的手机上显示正在通话中，而通话的对象是我，这的确是一个来自未来的电话。我很快冷静了下来，你的死因是高空坠落，警察调查的结果是你失足从3楼摔下，因为你是头着地的，所以直接造成了你的死。但是我不相信你是失足死的，现在的我恐怕已经睡着了吧。小冉，请你马上把我叫醒，并且让我保持清醒，不要睡着，因为我迷迷糊糊听到了你和杨宇的争吵声，然后就是你从楼上坠落发出的巨响。我怀疑是杨宇杀死了你，这一次我绝对要保护好你。杨宇是我的闺蜜，今天早晨我们3人一起来到了这幢位于深山上的别墅。这幢别墅是许江父母出国前购置的，本来我们预计在傍晚下山，但不料突然遇到暴雨，山体发生滑坡，只能在别墅上过一夜。巨大的信息量让我一时之间难以接受。我还想询问许江，电话却突兀地挂断了。我看到手机上显示出了一行字，通话次数5，通话时间刚好是1分钟。难道这个数字代表的是我能和未来的许江通话的次数？可我却很难相信杨宇会杀了我，因为我和杨宇从大学认识到现在已经5年了，我们关系好的几乎可以穿同一条裤子。我还是决定先叫醒许江，但许江不知为何睡得非常的沉，不管我怎么拍打他，他就是睡得很死，这不太像是正常的睡眠。许江患有轻度的焦虑症，他非常的浅眠，只要一点动静他就可以醒来。我突然想起晚上许江曾喝下了杨宇递来的一瓶矿泉水，难道这个水里被杨宇加了什么东西？我心里一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听到了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下一秒杨宇的声音响起，小冉，你睡了吗？如果没睡可以出来陪我聊聊天吗？他的声音和往常的相比有些沉闷，像是捂着嘴巴说话一样。此时窗外闪过一道惊雷，豆大的雨点撞在玻璃上。我攥紧了手里的手机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出声。但我突然意识到房间的门没有锁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光着脚踩在了地上。虽然我已经以最小的动静来到了门前，但没想到杨宇的耳朵竟然如此敏锐。我听见声音了，小冉，你还没有睡对吗？我颤抖着咬住嘴唇。杨宇又说道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，准备将门锁上的时候，却发现这个门根本就不能反锁。我很担心你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杨宇的声音带着忧虑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我意识到如果我再不出声的话，杨宇绝对会开门进来。我平稳了一下呼吸，说道，小雨，我刚醒上了一个厕所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们明天再聊吧。门外陷入了一阵良久的沉默，最后我听到杨宇说了一个好，我松了一口气。但这时我的手机再次响了，来电显示是杨宇的名字。我皱起眉头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小冉，是小冉吗？杨宇的声音显得惊喜又难以置信。是我。我不明白杨宇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但下一秒手机那头传来了他激动的嚎啕大哭的声音。这些天我像个疯子一样拨了无数次你的号码，别人都说我疯了，但我就是想再听一听你的声音。我心底升起一个难以置信的念头。很快杨宇接下来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。小冉，我现在说的话你可能会不相信，但我必须要告诉你，再过4个小时你会死。我现在所在的时间是1周后，我刚参加完你的葬礼。你从别墅的3楼掉落，后脑着地死亡，警方判定你是失足掉落，可我根本不相信，因为早上我们上山前，我偷听到了许江在打电话，他给你买了一份巨额意外保险，一定是他预谋杀死你。小冉，那天晚上我一直想要和你说这件事情，但你却并没有给我机会。或许这次通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。小冉，你马上离开房间去找我，我会保护你。杨宇急促地说道。此刻通话戛然而止。深夜，我分别接到了闺蜜和老公的电话，他们都非常严肃地告诉我，对方会在凌晨2点害我坠楼身亡。可我现在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接上文，我转过头，却发现许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他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一瞬间，我心底升起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。许江，你醒了，我刚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。我露出一个勉强的微笑。许江歪着脑袋看着我，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脑袋沉得厉害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地说道，小冉，我感觉我现在的状态不对劲，我怀疑是我晚上喝的那瓶水有问题。我回想起晚上杨宇给我们递水的时候，一瓶是常温的，一瓶是冰的。许江知道我不爱喝冰水的习惯，所以他肯定会选择那瓶冰的矿泉水。难道杨宇利用了我们的习惯，让许江喝下了那瓶有问题的水？小冉，其实我一直想要告诉你，杨宇似乎有问题，但是你和他的关系太好了，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说。你来看一下这段视频。许江从手机里找出了一段视频，这段视频是我们3个月前订婚时候的录像视频。视频里，我和许江在众人的祝福下露出羞涩的微笑。此时，镜头扫过了杨宇的脸，他露出了一个极为奇怪的表情，
杨宇像是在微笑，但他的眼睛却刻意地睁得极大，死死地看着我们。老实说，我被杨宇的这个样子给吓到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她在我心目中的样子就是一个大大咧咧、心思单纯的女孩子。那天看完视频，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对劲，就去找了以前我们3人在一块的一些照片。看完许江手机的这些照片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每一张照片上，杨宇的表情都相当的抽人，她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我，笑容夸张又刻意。之后，我去调查了杨宇的一些过往。你还记得她曾经告诉过你，她高中曾经被室友霸凌吗？我点了点头。杨宇的确说过这件事情，她高中被室友集体霸凌，后来就转学了。为此，我曾经很心疼她。许江深呼吸一口气，他给我看了一张新闻截图。2013年3月1日，建设中学405寝室发生意外失火，寝室内3人全部死亡，唯有一位学生因晚归未回宿舍幸存了下来。建设中学就是杨宇以前读的学校。我心脏砰砰直跳起来。这件事情，杨宇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。我联系上了杨宇的高中同学，他告诉我，当年那场火灾，警方怀疑是有人故意纵火，但是没有找到证据，是一件非常邪门的事情。而且杨宇从没有被霸凌过，相反，他和寝室里其中一个女孩的关系非常好，但是自从高2开始，他们的关系就不如之前。准确来说，是杨宇班上所有人都变得有点害怕他。为什么？我疑惑地问道。许江的鼻尖冒出了微微的汗珠。高1的时候，杨宇被绑架过。他被绑架之前，性格是非常安静内向的，但是自从被绑架后，他的性格就截然大变，变得十分外向。杨宇同学说，他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奇怪，甚至连饮食习惯都和之前不一样，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许江，我找到了当时杨宇被绑架时的新闻。我看到许江手机上当时被捕的绑架犯的照片，那是一个长相非常凶恶的女人。但令我最为恐惧的是，照片上的女人是笑着的。而且他的笑起来的神态和我之前看到的杨宇的笑非常的相似。许江看着我说出了一句让我胆战心惊的话：小冉，你觉得当时回来的是真正的杨宇吗？我被许江的话吓得汗毛耸起。我回想起这些年和杨宇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杨宇性格像个男孩子，但是对我一直都很照顾。我还记得大学有一回，我食物中毒，上吐下泻，衣服裤子上全沾上了呕吐物，狼狈的要命。是杨宇彻夜照顾我，一点点给我擦去身上的呕吐物。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，要跟杨宇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可我却突然发现，我根本不了解杨宇的过往。他从来就没有和我说过他高中发生的失火案和被绑架的事情。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。我低头一看，是杨宇的电话。不，准确来说，是来自1周后的杨宇。我看了眼许江，我去上厕所。我迅速走到房间内的厕所，接起了电话。电话那头还是杨宇带着哭腔的声音。怎么之前电话这么快就断了？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有说完，打了好久才打通。小冉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关于许江很重要的事情。你死后，我一直在请人调查许江，他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。许江的哥哥从小性格就十分怪异，12岁了依旧尿床，喜欢虐动物，并且经常对同学进行暴力行为，这是典型的杀人犯前置。许江14岁那年，他的哥哥将同学打致重伤，赔了不少钱。就在他哥要去少管所的前一晚，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，许江的哥哥在火灾里直接死亡。小冉，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许江要对我们隐瞒这件事情？你说当年在火灾里死去的那个人，会不会是真正的许江？我的心脏猛地一紧。双胞胎一般来都长得极为相似，如果当年活下来的不是许江，而是他的双胞胎哥哥呢？为了逃脱去少管所，许江的哥哥便以许江的身份活了下来。我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。杨宇和许江说的话，到底谁是真的？就在这个时候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小冉，你没事吧？我听你似乎在里面和谁说话。许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连忙平稳呼吸，我没事。突然，电话里的杨宇压低声音，恐惧地说道：小冉，你的死因变了，你的死因从高处坠落变成了心脏破裂，你是被刀捅死的。我的心脏狂跳，我小心翼翼地弯下腰，趴在了地上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了许江的脚，还有他手上握着的极其锋利的刀。这时，手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1分钟的通话时间到了，剩余通话次数3。门把手吱呀缓缓扭动了起来，我惊恐地后退。下一刻，门开了。嘘，别出声，楼下有人。我睡得正熟的时候，男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他在黑暗中恐惧的双眼。他的手紧紧地捂住我，手心很湿，看得出他非常紧张。我看了眼床边的闹钟，现在是凌晨1点半。我们住的是复式公寓，房门是统一的密码锁，楼下大厅有保安24小时守着。但现在男友却告诉我，楼下有人。房间的门依然紧闭着，却没有上锁。我看到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透出来了一丝光亮。我们习惯很好，而且都有一点强迫症，睡前会反复检查楼下的灯是否忘记关了。临睡前我还特意看了一遍，我记得很清楚，灯是我亲自关掉的。而现在楼下有一个人打开了灯，是小偷？不，小偷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开灯。莫非是入室抢劫犯，或者是连环杀人犯？我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。男友压低声音告诉我，他要去锁门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房门的钥匙是插在锁眼上的。要锁门，必须要先把门打开，然后拿进钥匙再锁上。这不可避免的会发出一点声音。我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当然，我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，通过短信的方式。警察很快就回复我了，他们已经往这边赶来的，但是需要半个小时。这间公寓是我和男友租来的，我们没有家务业微信，也没有楼下保安的电话。这半小时，很可能我男友开了门之后，楼下的人就察觉到了。半小时足够他把我们2个杀死。我拉住了男友的手，满脸都是惊慌。男友也很紧张，他嘴唇都在哆嗦着，但是还是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手。
我看着男友小心翼翼地往门边走去，他先是趴在门缝下往外看了一眼，然后对我摇了摇头，用口型告诉我现在走廊上没人。我没有松一口气，整个人背都绷得直直的，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一举一动。楼下传来了轻微的响声，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，就像是用指甲在挠什么的声音。再然后是行李箱拉链被拉开的声音，楼下那人在翻找行李箱。男友开了门，迅速地抽出钥匙，然后关上门锁上。我们俩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。我只能拼命祈祷楼下那人没有听到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似乎听到了，因为我们听到了上楼的声音，哒哒哒，脚步声很沉重，应该是个男人。我看了眼时间，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5分钟，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认识的邻居可以帮忙。男友为了以防万一，让我藏在了床底下。我拿着手机，浑身发抖地钻了进去。此时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0分钟，而我们都清晰地听到那个脚步声戛然而止，仿佛停在了门口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，额头冷汗不断地流下。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声音，出出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从精神紧绷一下子松懈了下来。这声音我非常熟悉，是我的最好的男性朋友蒋杰的声音。他是一名交警。蒋杰作为我的朋友，和我以及男友都认识。之前我家猫还没送人的时候，蒋杰经常在我们出差的时候帮我们喂猫，因此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密码。虽然不知道蒋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不打招呼的过来，但我紧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我正准备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，就听到蒋杰语气十分凝重地说道：“初初，云泽在房间里吗？”云泽是我男友的名字。我刚要开口回答，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，捂住了我的嘴巴。是云泽。此时他的表情十分的异样，对我摇了摇头。我听到蒋杰继续说道：“初初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。如果云泽回来，你一定不要让他进来，马上报警。”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蒋杰沉重地说道：“刚刚北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逃逸案，受害人是一个60岁的老人，肇事者不小心撞伤他之后，非常恶劣地碾压了3次，造成老人死亡。我刚刚看了监控，肇事者是云泽。云泽骑车逃跑了，我猜想他也许回家了。”我整个身子都冰冷了下来，我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云泽，这个向来非常温和的男人。他是温和的陆律师，是路上碰到生命垂危的流浪汉都亲自给他做人工呼吸的男人。我怎么都不相信云泽会肇事逃逸，还会如此残忍地活活将一个60岁老人碾压致死。可是蒋杰也没必要骗我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在认识云泽之前，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是蒋杰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。我呼吸急促地看着云泽，眼神迫切地向他求证。云泽叹了口气，伸手想摸我的脑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他沉默着在手机上打下一段话：“初初，你相信我，杀害老人的不是我，是蒋杰。当时我看到了蒋杰的车牌，我没有选择报警，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。现在想来，蒋杰当时便发现了我，他是过来杀人灭口的。”这段话让我再次迷惑了起来，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相信云泽还是蒋杰，但心理上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云泽。我冷静下来，想起了之前听到的行李箱被拉开的声音。经常出差的我，习惯性的在行李箱里放着一把水果刀，用来削水果。这个习惯，蒋杰和云泽都一清二楚。为什么蒋杰要拿一把刀上来？难道真的如云泽所说，蒋杰是过来杀人灭口的？深夜，卧室的门把手被人不断的拧动。初初，你开门！刚刚我收到一个关于云泽更重要的消息，你让我进来。门把手被人拧动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蒋杰的语气越来越焦急。让我进来，白初！我害怕的躲到云泽怀里，然后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。这股血腥味是从云泽身上传来的，和一股香味混在了一起，让我有点作呕。我缓缓松开了云泽，抬头看向他，为什么今晚突然喷了香水？云泽看着我，无奈地说道：“我确实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味，不过不是蒋杰说的那样。白初，你相信我吗？”我看着云泽的眼睛，那是一双眼型非常温柔的眼睛，微微下垂。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腥味？我冷静地问道。云泽叹了口气，向我展示了他的手臂。我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竟然有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这道伤口上面贴了创口贴，但依旧有淡淡的血迹从上面渗了出来。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猫卡在缝隙里了，抓它的时候被它抓伤了。云泽淡淡地说道。这听上去非常像云泽的作风。云泽就是那种十分心软，看见路边的流浪动物都会投喂的性格。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不称职的女朋友，哪怕云泽跟我解释了半天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依旧是撕开他的创口贴，确实是动物抓伤的痕迹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十分抱歉地看着云泽。云泽，对不起，我太忙了，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伤。云泽摸了摸我的脑袋，温柔地笑着看着我。门外的蒋杰应该听到了云泽的声音，他转动门把手的速度越来越激烈。初初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云泽的话。云泽，你他妈真的是一个人渣！他手上的伤口根本就不是猫抓伤的，是那个老太太。云泽撵了他3次之后，下车去看他到底死了没有。那老太太还剩最后一口气，就死死地抓住云泽。初初，你不是警察，你真的能分辨得出人和动物抓伤的区别吗？外头的蒋杰越说越激动，开始疯狂用刀在门上呲了起来。蒋杰的话让我对云泽又开始升起了一点怀疑，但只是一点。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5分钟。我开口道：“蒋杰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还有15分钟就会过来。”外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蒋杰嘶哑到极点的声音响起：“白初，你为什么要报警？”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。蒋杰，你真的杀死了那个老人？我的声音充满了寒意。我认识的蒋杰就像一个小太阳，温暖着身边的人。
我没有，是云泽。外头传来蒋杰的吼声：“你不能让警察进来，你不能！”我不想与蒋杰多说什么，冷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。云泽坐在我旁边，握住了我的手。突然，我看见衣柜开了一条缝隙，衣柜一直放在房间里，里面放着的是我和云泽冬天的衣服。我至少有1个月没有打开这个衣柜了。此时，我的眼睛余光看见衣柜的那个缝隙里有一双惨白的脚，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。我缓缓抽出了我的手，不自觉地离云泽远了一点。此时，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2分钟，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释放着寒气。我手指紧紧地蜷缩在一起。云泽，衣柜里是什么？说完，我死死地盯着云泽的表情。云泽似乎早就意识到我会问这个问题，他站了起来，没有丝毫隐瞒地拉开了衣柜的门。衣柜里放着一具人体模型，刚刚我看到的那双惨白的脚正是这具人体模型，但我的紧张却丝毫没有缓解。我的男友为什么会瞒着我在衣柜里藏着一个人体模型？云泽解释道：“初初，还记得我上周接了一个凶杀案的官司吗？这个官司我听云泽说过，一个男孩被判定杀人，但男孩却坚持声称自己没有杀人。男孩找到了云泽，要求他为自己辩护。”云泽继续说道：“所有人都认为那男孩杀了人，包括警察，但是我不这么认为，我相信他没有杀人。这人体模型是我用来做凶案模拟的。”云泽的表情一如既往的真诚，就像我当初与他相遇一样。他在一个地铁站里扶起了不小心崴到脚的我。我选择了相信云泽。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8分钟，只要再坚持8分钟，真相就大白了。外头的蒋杰似乎放弃了破门而入，但他随之而来的话却让我再次沉思了起来。白初，你真的了解云泽吗？我和云泽谈恋爱这1年，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，更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。现在想起来，云泽从未带我见过任何朋友。云泽是一个孤儿，没有父母，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，然后靠着自己的实力通过了法考，又一步步从实习律师到了现在的金牌律师。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云泽，也很庆幸我有一位长相工作都上乘的男友。我们3观更是契合无比。人的感情是很自私的，虽然我和蒋杰有10来年的感情，但我依旧选择相信了云泽。初初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，我现在就把证据发给你。云泽他一直在欺骗你。蒋杰愤怒地说道。我的微信响了好几下，蒋杰把所谓的证据发给了我。我抬头看云泽，云泽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我看到他的手放在了睡衣的口袋里，那里凸起了一个形状。我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脚步缓缓地朝着门边靠近。我一边注视云泽的举动，一边看了眼微信。高考考场上，监考老师塞给我一张纸条，我偷偷打开，就见上面写着一句话：抢走你前桌的试卷，并向他表白，否则10秒后他将死亡。我的前桌是我们学校的年级第1，也是我的暗恋对象。我计划高考完就向他表白。这纸条是怎么回事？让我在高考考场上向人表白，恶作剧吗？虽然我想不通监考老师为什么要恶作剧，然而下一瞬，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发生了。屋顶挂着的老式电扇突然脱落，锋锐的扇叶朝着前桌的脑袋削去。我的脸上一阵湿热，脑袋一阵空白，身体僵在那里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这时，门外突然进来2个穿白大褂的人，将前桌的尸体抬走了。地上的血迹也很快脱干净。更诡异的是，四周的考生全都在认真做题，像是完全没注意到刚刚发生的事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浑身发冷。要是我刚刚真按纸条上的做了，前桌是不是就不会死了？我打开那纸条，心脏猛地一跳，那纸条上的字居然发生了变化：去打最后一排考生的脸1巴掌，否则30秒后他将死亡。我迅速起身，来到最后一排。巧的是，最后一排是我学校的校霸，我很怕他，平时看着都要开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出手，在他脸上猛地甩了1巴掌。校霸猛了一下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他妈的，你敢打老子！他猛地一拍桌子，站起身，揪起我的领子，将我压在墙上，另一只手握拳抬起，就要朝着我脸上揍来。就在我下意识闭上眼睛，准备迎接剧痛的时候，突然响起一声轰隆巨响。我和校霸同时转头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，只见校霸刚刚坐着的位置居然塌陷了下去，灰尘蒙蒙，那洞似乎很深。要是校霸刚刚没站起，可想而知是什么下场。校霸愣了一下，放开了我，你小子救了我。很快，校霸也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们怎么都没反应？这么大的动静，监考老师和考生竟都没有注意到。与此同时，我看到2个穿着白大褂的在教室门口张望着，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。这咋回事？校霸着我问道。他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好在现在校霸和我一起，2个人也有个伴，有事可以商量一下。我低头看向手中的纸条，只见上面的字再次发生变化。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，照片是本人照片可交谈，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，千万别和他交谈。我刚看完，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：同学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面前是一个陌生的男监考老师，五官端正，长得还挺好看的，脸上正挂着温和的笑。我刚想说话，想到纸条上的规则，于是低头看向他的监考证，照片居然是黑色骷髅头。老师，这里塌了个大洞，你快来看看怎么回事！校霸连忙叫道，似乎很高兴，终于有监考老师发现不对劲了。我想要阻止，已经来不及。监考老师在校霸的指引下走了过去，这洞有点大，得找东西补补。监考老师看向校霸，笑容逐渐变得诡异，突然伸出手，在校霸的背上推了一把，下一瞬，校霸就被推进了那个深坑里。很快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，校霸没了声息，只有浓郁的血腥味从深坑里冒了出来。校霸死了！我僵在那里，寒意从背后冒了出来，因为那监考老师已经走到我的面前，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笑得诡异。同学，你跟我去办公室一趟。我刚想拒绝，就看到纸条上浮现出新的一句话：不要拒绝监考老师的任何要求。从刚刚发生的事可以看出，这纸条上的话就是规则，不遵守规则就会死。
我看着面前诡异的监考老师，下意识地吞咽了一口口水。你想拒绝我？监考老师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闪耀着兴奋。我没说话，跟了上去。监考老师的脸上闪过失落，我跟着他的身后走出了教室。踏出教室的门，我就察觉到诡异，整个考场都很安静，天空雾蒙蒙的，对面的教室看不太清。我路过几个教室，都是空的，这好像已经不是原来的考场了。到了，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，我看向眼前的办公室，门开着却黑漆漆的。更不妙的是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从里面冒了出来，伴随着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就像有什么怪物在吞噬着血肉。监考老师再次开口：“同学，快进去。”他的声音里带着兴奋：“你只能犹豫10秒钟哦，10秒钟不进办公室就会死。但是办公室里藏着吃人的怪物，进去也是死，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”高考考场上，监考老师塞给我一张纸条，我如果不按照纸条上的要求做，就会死。前桌和校霸都已经死在我面前，此刻监考老师让我进一个充满血腥味的办公室，10秒钟不进办公室会死，但是办公室里藏着吃人的怪物，进去也是死，我该怎么办？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，就在我快要彻底绝望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响起：“这位同学，考试时间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快回到你的考场去。”我转头就看到一位女监考老师站在我背后，我看向她的监考证，那上面的照片是她自己的照片。纸条说不能拒绝监考老师的要求，这2个老师的要求产生矛盾，我当然要遵守后面一个老师的要求啊！我连忙转身，朝着教室快步走去，转身余光扫过骷髅头老师，瞥见他脸上的不甘，还带着狰狞。走出一段距离，我看向身边的女老师：“老师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”老师没说什么，而是塞给我一张东西，就转身走了。我看着，那是一张染血的准考证，名字叫张丽。张丽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，我很快想起来，确实有个叫张丽的学生，是另一所学校的学霸，在我的上届参加高考，却在高考考场上自杀了。转眼我就来到考场门口，走了进去。我在门口停了一下，考生们依旧机械地低着头埋头做题。张丽，快回到你的座位上。这时，监考老师的声音响起，他看向的是我。我愣住了，为什么叫我张丽？我不是张丽，我的脑袋像是卡住了一般。我叫什么？监考老师阴森森的目光扫了过来，我连忙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后，监考老师那阴森森的目光便移开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一摸后背，已经冒出一层冷汗。我的脑袋混混沌沌的，拿起笔，在面前的语文试卷上做起来。我要认真做题，我要考第一。不经意间瞥向桌子上的准考证，脑袋像是被什么砸了一下，突然清醒过来。我不是张丽，张丽这名字看着像男生，其实是个女生，从证件照都能看得出是个很恬静的女生，而我明显是个男生。监考老师是怎么把我认成张丽的呢？我看向自己手里的纸条，诡异的是，那纸条居然变成一张白纸，刚刚出现字，仿佛都是错觉。我看向四周，考生们都在奋笔疾书，2个监考老师在教室里轻声走动着，一切都仿佛恢复正常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个女生冲到我的面前，抢走了我的试卷。我喜欢你，她表白道。以往要是这么漂亮的女生向我表白，我早就高兴地飘上天了，此时却毛骨悚然。我连忙站起身，要抢回我的试卷。与此同时，锋锐的山叶擦着我身体飞过，落在地上，发出巨响。可想而知，我要是刚刚不站起来，那山叶能削掉我半个脑袋。我心有余悸，冷汗涔涔。这位考生，发生了什么事？监考老师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，看向的却是刚刚那个女生，告诉老师发生了什么事。那女生紧闭着嘴，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监考老师又露出那诡异的笑，为什么不告诉老师呢？那女生都快吓哭了。我的目光扫过监考老师的监考证，是她的照片。我开口道：“老师，我告诉您发生了什么事。”这风扇的山叶掉下来了。监考老师这才看向我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极为不情愿地走开了。谢谢你啊。那女生松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“你刚刚为什么不敢说话？”那女生将手里的纸条递给我看，写着一句话：监考老师都佩戴监考证，照片是本人照片，可交谈。要是发现照片上是骷髅，千万别和他交谈。和我猜测的一样，他也拿到一张纸条，上面会出现规则。那监考老师的照片是骷髅头，他低声道。我心中更加疑惑了，我上一次看到的也是骷髅头，这一次为什么变成了他的照片？我和那女生低声聊着天，其他人依旧在奋笔疾书，监考老师也像完全没注意到一般。女生叫舒然，也和我一样的遭遇。监考老师突然塞给她一张纸条，之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事。我们都是可怜的受害者，这种情况下只能合作，才能找出出路。我和她共享了信息，张丽是死人，死人不受纸条上的规则束缚。舒然确实很聪明，很快找到问题的关键。我拿到张丽的准考证，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就成了张丽，纸条上的字消失了，没有规则在束缚我。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我总不能一直在这诡异的世界以一个死人的身份活着。我之前经常玩剧本杀，我觉得突破点就在张丽身上。舒然继续道，突破点在张丽身上。张丽的自杀没这么简单，说不定只要挖掘出真相就能出去了。我心里也燃起了希望，最可怕的是未知，有了努力的方向，也没那么彷徨不安了。问题是去哪里找寻真相呢？因为误点开一条诡异短信，我陷入了真实的逃生游戏中。现在我需要打开眼前的门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放在床头的病历本。我十分头疼，这4位密码究竟是什么鬼？病人对某一特定数字产生强烈反应，数列中出现最多的数字是5。我仿佛想到了什么，用铅笔把所有的数字5连了起来。看来我没有白刷这么多密室游戏。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输入了新密码，在我的心惊胆战中，熟悉的一声咔，门开了。
我谨慎地把头伸出去看了看外面的情况，外面是一条走廊，没几个灯是亮着的，还有些是一闪一闪的，整个走廊都弥漫了一种阴森的气氛。我轻手轻脚地从房里走出来，向刚刚怪物走的反方向逃去。很快，我看到了护士站，我微微蹲低了身子，害怕护士站里也有什么怪物等着我。等我悄悄靠近之后，发现护士站空无一人。我再一次环顾四周，确定安全之后，轻轻地在护士站里翻找，想找些线索。我发现了病历本，只有3本明显是新的，别的病历本上都是厚厚一层灰，而3本里有我的，一个叫袁毅的，一个叫赵刚的，我怀疑他们2人应该也是玩家。还好病历本上附着照片，我暗自记下他们的长相，就把病历本摆回了原样。然后我在一堆书中间找到了一张被书夹着的红山市精神病院地形图。我找到宝了，吹开上面的薄灰，我看到了整家医院的情况介绍。医院一共4层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，除了大门口以外，在负1层还有一个紧急逃生通道。而我现在就处于3层的精神病房区，难怪这里阴森森的。2层负责诊治和理疗，1层则是缴费区和放风区，负1层是太平间。看到这里，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负1层是绝对的危险啊！生路怎么在那里？突然，有一串小跑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向我靠近。我急忙把地图折起，然后整个人缩在了椅子和桌子之间的空隙中。接着，我居然听到一个甜美的女生声音，吓死我了！这里都是什么怪物啊？这里不会也有吧？女生？难道是袁毅？正当我想出去的时候，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我上方响起：“妹子，这个游戏居然有妹子！不过妹子，你干啥不转头？”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，以及突然弥漫开来的血腥味。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，生怕发出一点声音。尽管浑身颤抖，我也知道现在绝不是害怕的时候。等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之后，我才敢把手放下来。我依旧保持躲藏的姿势，想来刚刚那个应该就是唯一的男性玩家赵刚了吧？这里的怪物居然还会模仿人类女性的声音，麻烦了。等了几分钟之后，我才颤抖地站起来。果然，我看到在护士站的桌子上，还有走廊的地面上的血，血腥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味蕾。这个游戏当真是杀人不眨眼，做的效果竟然还如此逼真。希望自己能幸运一点，顺利逃生吧。等我出去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短信删了。想归想，现在还是要好好想办法出去。我把折好的地图拿在手上，凭着记忆朝楼梯走去。虽然电梯也是有的，但是胆小的我害怕它会直接给我降到负1层。小心推开楼梯间大门，发现里面除了黑一点，倒是没有什么大危险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楼梯间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。刚走了2步，我的手就碰到了什么，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在我刚刚打探楼梯间情况时的视觉盲区，赫然躺着一个女孩。看了看她的脸，是病历本上那个玩家袁毅，他应该是晕过去了。我使劲推了推他，看着他慢慢的转醒。袁毅看到我的第一眼是惊恐的，他正要尖叫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别叫，我也是玩家。叫了我们都得死。闻言，袁毅慢慢的冷静了下来，然后他示意我放开他。我照办之后，袁毅满脸通红的小声说道：“你这女孩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，差点被你捂死。”然后他向我快速介绍了一下他遇到的情况。他醒来时，病房就是开着门的，所以一开始他就在走廊上探索。可是运气很不好的，在楼梯口遇到了那个眼睛在后脑勺的怪物，就昏迷过去了。听完他的经历，我轻声的告诉了他我的经历，还有另一位玩家的死亡。袁毅的脸随着我的叙述越来越惨白。等我说完之后，就急匆匆拉着我要逃向2楼。虽然疑惑，但是我没有多问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了2楼，在准备推门进去之前，袁毅和我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。还好这里没什么意外。袁毅说3楼的怪物肯定在找我们俩的踪迹，要加紧逃生了。我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由于负1层必须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，我们此时在寻找能让电梯运作的电卡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我们打算分开搜寻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楼梯间的护士站汇合。2楼的走廊布置和3楼简直如出一辙，这灯的质量一模一样。我这头一眼望去，似乎只有2个诊室。出于谨慎，我在准备进第一个诊室的时候，悄悄透过玻璃看了一眼里面。这回的诊室里空无一人，诊室门口还是熟悉的9宫格。我试了一下4个0，密码到第3位是重置了，看来是3位数密码。环顾四周，只有墙上的图案可能是线索，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。擦去灰尘，就能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。墙上的图案是解开密码门的线索，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。擦去灰尘，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，这是3、6、7。紧张地输入了密码，门开了，诊室里空无一人。我一闪身进了诊室，诊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以及2把椅子，甚至还有里间给人来休息。我看到桌上有本名字被污渍盖住的册子，好奇地翻开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字样：1号失败，2号失败，3号失败，1000号成功。是在研究什么吗？直觉告诉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脑子现在一团糟。我在诊室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，直到去看里间的时候，发现门被锁上了，而里门有一段距离的沙发上放着一张小卡片，难道是电卡？我正在想着要怎么进去时，门外响起了一声尖叫。我看到里间有一只绿油油的手在转动门把手，我吓得赶紧躲在办公桌底下，手上紧紧握着刚刚顺手拿的拖把，准备面对未知的恐怖。我听到诊室的门被打开了，似乎走得比较匆忙。我等了几十秒，确定毫无动静之后，一个箭步冲进里间，拿走了放在沙发上的电卡。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余光看到了旁边被帘子遮住一半的床上躺着一个人。惊讶的是，那人居然和袁毅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把电卡放在了裤子的口袋里，握紧拖把，一步步向袁毅走去。走近了，我看到床沿上挂着一个病历，上面写着袁毅女克隆第1000号第一次观察中。这间医院里不止一个袁毅，那刚才跟我在一起的袁毅是谁？此时门外传来动静，我赶紧躲在门后。透过玻璃，我看到袁毅被怪物拖了进来。我看到他们在诊室里大打出手，我还听到一个男女莫辨的声音说道：“居然把本体放出来，他们怕是活腻了。”
看来我没有找错队友，否则早就暴露了。见此情况，我不再犹豫了，扭开门把手冲了出来。袁毅很是惊喜，夏姐姐，快救我！我用拖把挥过去，抓着袁毅撒腿就跑。啊！站住！我要把你们统统抓来做实验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们跑得更快了。我们很快找到了电梯，我把电塔掏了出来，插在电梯旁的一个小口上，就看到电梯正在从负一层往上运行。有救了！还好，那怪物直到现在也没追来。等等，没追来。我突然发现我忽视了一个细节，冷汗瞬间冒了上来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袁毅我姓夏吧。与此同时，我身后的袁毅发出了一声鬼笑。正当我刚刚意识到这个袁毅有问题时，电梯正好缓缓打开。我趁袁毅还没反应过来，趁机将他推倒，迅速跑进电梯。此时的袁毅离电梯还有4、5米远。等他冲过来时，电梯门已经彻底关上了。我只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极其难听沙哑的尖叫。此时我靠着电梯相止不住的后怕，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看着电梯此时已经在负1楼停好，准备开门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叮，门开了。映入眼帘的是开着白炽灯的走廊，因为或许很久没人来了，这白炽灯有些快支撑不住了。虽然不闪，但也就是堪堪照明。这一层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拿出地图，看到紧急逃生通道显示就在太平间旁边，似乎这逃生通道指的是这家医院用来运输尸体的通道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强压住心中的害怕，收起地图，轻手轻脚地朝太平间摸去。太平间门是开着的，不会是有什么跑出来了吧？等我悄悄靠近太平间后，愕然发现太平间旁边5、6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门把手，看着像是将门融入到和墙壁一个颜色，借此来伪装。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安个门把手？我心里又是吐槽了一句。我快速掠过太平间的门口，我可不希望里面有什么东西注意到我的出现。正当我准备扭开门把手时，一股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这一路走来也太轻松了吧！我又犹豫了，我双手并用，在这面墙上再摸了一遍。奇怪的是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。我认真的想了想，我是漏了一层的线索没有去寻找，可能负1层的故事会在1楼有介绍吧。逃命要紧，我咬牙一把扭开了墙上的门把手，接着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真的完成逃生了啊！头好疼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已经是早上9点了。我居然玩了个通宵，盯银行卡入账10万。正当我疑惑时，又一条熟悉的短信声传来。点开短信链接，发现第一页上写着恐怖医院内测玩家第106号。接着下面用图画叙述了一遍我的表现和经历。游戏奖励10万，下面似乎是用鲜血写的字：恭喜过关，距离下一场游戏开始还有3天。